2025年4月，一條新聞震動全球市場，中國大舉拋售美債，報復川普關稅，美國金融體系要崩，美元霸權受到了沉重打擊。可幾個小時之後，風向又一轉，不是中國，是日本在拋。市場一頭霧水，到底是誰在砸盤？中國真的動手了嗎？還是只是在試水，或僅僅是放風？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懷疑。有人說，中美早已經進入涼戰狀態 （Cold War），比熱戰冷，比冷戰熱，彼此用科技、資本、敘事和認知操控當武器。在《貨幣戰爭》這本書裡，中國作家宋鴻兵說得很明白，掌握貨幣發行權勝過掌握軍隊。而2025年這次美債風聲再起，也讓那些關於影子儲備、匿名賬戶、金融敘事戰、打擊美元霸權的猜測再度浮上台面。但是我今天不是來告訴大夥真相只有一個，相反，我們今天要做一件更危險也是更有趣的事，讓我們一起跳进貨幣戰爭的黑箱裡，來看一看我們熟悉的那些數據和報表有哪些是棋局，有哪些是障眼法。在講中共會不會拋美債之前，得先問一個更狠的問題：中國能不能像美國金融巨鱷索羅斯那樣，用金融打擊對手，發動貨幣戰爭呢？讓我們先來看一場經典的貨幣戰 ——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。當時，英國為了加入歐洲匯率機制，承諾英鎊要死守對德國馬克 2.95 到 3.05 的範圍，可怎奈經濟不給力，1991年英國的 GDP 剛萎縮了 1.4%， 資金外逃，英鎊面臨着極大的貶值壓力，要守住對德國馬克這個價位的承諾只是泡影。索羅斯瞅準時機，透過量子基金大舉放空英鎊，買進馬克，馬克就對英鎊升值，逼着英國央行護盤。短短2天，英國砸了超過270億美元，還是守不住承諾的匯率，最後被迫退出匯率機制，英鎊暴跌。索羅斯這一戰賺進了10億美元。而這場貨幣奇襲戰的核心操盤手之一，就是今天川普政府的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。對，他曾是索羅斯的首席投資官。也就是說，今天代表美國坐在談判桌上的是當年設計打爆一個國家貨幣的人。你可以想一下，如果今天中國真的想打金融戰，玩貨幣操作，而對面坐着的是一個實戰經驗豐富的老狐狸，那這場仗會有多難打？接下來過了5年，索羅斯再度出手，這一次換泰國倒霉。1997年，泰國央行把泰銖的匯率鎖死在1美元換25泰銖，問題是這個價位根本撐不住。當時泰國經濟過熱，房市泡沫過高，熱錢隨時可能撤出，而泰國的外匯儲備表面上有300億美元，以這種體量的國家來講，看着也不少，但其實1半以上是掉期合同，也就是承諾未來要等價和別人交換的金融資產，是根本不能動的。這就像你銀行賬戶上看起來有錢，實際上全是支票和保證金，你根本不敢在 ATM 取款機上提現，一提現餘額就不夠，開出去的支票就都跳票了。索羅斯一看，好家伙，又是個虛胖的冤大頭，幹吧！於是就聯手其他外資一起做空泰銖。做空貨幣和做空股票的原理是一樣的，就是先跟銀行借來泰銖，拿去市場上賣掉換成美元，等匯率大跌之後，再用白菜價把泰銖買回來還給銀行，從中賺取差價。一開始泰國央行想硬撐，用美元買進泰銖穩住匯率，1個月之內就把大半外儲給燒光了。最後泰國央行還是撐不住了，1997年7月2日宣布放棄固定匯率，泰銖瞬間对美元從25貶到了近50，貶值了1倍。亞洲金融風暴就這樣爆了。這一仗又給了我們一個警訊，就是如果你的匯率政策過於僵硬，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又不好，被鎖死了，不能靈活使用，你就像在城牆上開了一個洞，就等着國際狙擊手來給你放冷槍吧。那現在問題就來了，中國會不會有同樣的漏洞？或者反過來問，中國能不能利用別人的漏洞成為下一個放冷槍的人呢？後一個問題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重點。讓我們來看幾個關鍵數字。美國國債的總規模大約是36.29萬億美元，
至2025年4月，中國政府直接持有的部分約為7840億美元，佔比大約是 2.6%， 其實6月份已經下降到了7572億美元。而龐大的美債市場裡，每天的交易量超過了7000億美元，這意味着假如中國政府把持有的美債全部拋售，理論上1天多一點的時間就能被市場完全消化。當然，消化歸消化，但是會造成美債價格有一定的波動。簡單的說，中國雖然是個大戶，但是離能讓市場崩潰的大鱷魚這一步還差了一大截。真要拋，美聯儲可以隨時進場掃貨，華爾街的對沖基金、歐洲央行、壽險基金都能照單全收。一般把美債作為貨幣戰爭武器的腦回路是大舉拋售，造成美債價格下跌，然後市場對美元資產信心下跌，然後美元霸權，也就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受到動搖。當然，這只是個推理，事實很難做到。你可能會想問，那索羅斯當年為什麼能夠做空英鎊和泰銖成功呢？他錢也沒有中共多呀。這是個好問題，下面就讓我們來拆解一下。索羅斯能夠以小博大，是因為他挑的對手在結構上都很脆弱。當年英國、泰國都採取固定匯率制度，央行死守一個價位，你一衝擊這個價位吧，它就非救不可。可偏偏他們又都經濟疲軟，外匯儲備不足。就像你明明只帶了幾發子彈，還要大聲喊我堅守不退，敵人一聽立刻就發起衝鋒，試試你是不是在吹牛。可是美國就是不一樣，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，美債是全球最具流動性的資產。今天中國要是拋500億美債，市場一天的交易量只要上浮一點就能夠吸收完，更不用說美聯儲可以直接印錢進場掃貨，彈藥超級充足，簡直就是個大 boss 級的對手。而且現在全球的央行、壽險基金、退休基金幾乎都要配置美債，對美債有潛在而且穩定的需求。你一砸，美債的價格會短暫下跌，但別人眼尖立刻撿便宜。換句話說，中共這一砸，還沒等到傷到美國，就幫着別人先上車了。最重要的一點是，中國如果這麼幹，那就不是市场操作了，就是金融戰，是戰略對抗。美國立刻就會動用金融核彈，凍結中國在美的資產，以及限制美元結算。你來莽的不是嗎？他比你更莽。那這麼一說，北京是不是就毫無金融戰和貨幣戰的手段，讓美國難受了呢？其實也不是。2018年貿易戰那年，中共官媒就放話說，中國可能考慮減持美債。光是這句話就導致美債收益率開始大幅波動，10年期美債收益率波動 0.2% 至 0.3%， 全年波動範圍達到 0.84%。這就是中國最擅長的打法，認知作戰。我不需要真的拋，只要嚷嚷拋就足以影響市場預期了，又不被美國抓住報復的把柄。還有更雞賊的，口頭上喊我要拋我要拋，結果是誘使別人先拋，自己反而去撿漏，透過在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賬戶偷偷買進美債。與其說這是金融戰，倒不如說是資訊戰、心理戰，但它確實能夠造成物理傷害，就是造成一段時間的美債收益率波動。債券的票面利率是固定的，如果它的市場價格下跌，分母變小，也就意味着收益率上升。如果美國財政部在收益率上揚這段時間正好要發行新債置換舊債，也就意味着要付更高的利息，也就真的起到了卡美國政府脖子的作用。雖然卡脖子的效果是有那麼一些，但也只是在短期內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。可是对中國政府同樣也有成本和風險啊。成本是美債是中國外匯儲備的主要資產，在最高峰時刻占到了全部外儲的 60% 至 70%， 拋售會導致價格下跌，那自身資產的價值也會縮水。風險是美元形式的外匯儲備減少，使支撐人民幣匯率的力度下降，有導致人民幣貶值的風險。回頭看2025年4月份那一輪中國拋債的江湖傳聞，很可能又是資訊戰的故技重施，放出拋售的傳聞，打擊市場信心，增加川普政府的借債成本。好，問題又來了，既然中國沒有拋很多美債，哪怕拋了也可以換成其他外匯形式存在，那為什麼中國的外匯儲備近年越來越少了呢？從高峰時期的4萬億美元
降到了現在的3.2萬億美元，請問錢都去哪兒了嘞？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官方數字。2014年，中國外匯儲備達到巔峰是3.99萬億美元，差不多4萬億。到2025年，維持在3.2萬億上下，10年間縮水約8000億美元。網絡上的說法很多，有說被掏空了，外資撤退了，外儲快撐不住了。那真的是這麼回事兒嗎？第一波外儲大降發生在2015年至2016年間，那時中國面臨的確實是人民幣貶值危機。2015年8月份，中國實施了所謂匯率改革，讓每天央行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更接近市場，對匯率的直接管控有所放鬆。隨即，人民幣對美元貶破了1美元比6.4，於是市場開始恐慌，資本外逃壓力大增，企業富人都想把人民幣換成美元搬出去。離岸人民幣在香港一度出現與在岸價差別超過4%以上的情況，香港被視作做空人民幣的戰場。那中國央行的反應呢？上場砸錢，直接在離岸市場狂買人民幣，拋售美元，對抗做空力量。據彭博社估計，僅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，中國央行就動用了超過5000億美元的外儲來干預匯市。再加上外資流出，這段時間中國外匯儲備從3.99萬億美元陡降到3.05萬億，整整跌了近1萬億美元。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但燒錢的速度比有硝煙的戰爭還要快。接下來，中國外匯儲備的下降其實主要不是消耗，而是轉型。從2016年開始，中共不再單純把錢存美債賺利息，而是走上了所謂主權資本主義的路線。什麼意思呢？根據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年報，這個公司簡稱中投，它是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，管理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。根據它的年報，截止2023年，它持有的海外資產已經超過了1.3萬億美元，絲路基金的資本規模也達到了400億美元。他們持有的資本根源上也是中國的外匯儲備。那這些錢變成了什麼呢？變成了中東的油氣田、非洲礦業公司的股份、歐亞的鐵路和港口經營權。你可能看不到他們在央行外匯管理局的賬面上，但他們正在別的地方以別的方式存在着。所以外匯儲備不見了嗎？其實不是，它只是從賬上的美元資產，也就是金融資產，變成了別的國家的實體資產，從數字變成了實物，變成了戰略控制力。這就是中國這幾年力推的“一帶一路”加國資出海組合拳，也是當局認為比單純的買美債存美元更加長線的布局。至於說這些錢有沒有產生收益，有沒有被虧掉，那是另外一個話題。但是在當局那裡顯然知道他們是在哪兒的。我們剛才講的是外儲兩種比較官方的用途，但是老實說，也確實有一部分外儲是被人偷偷搬走了。時間還是拉回到2015年至2017年，那幾年中國確實出現了一波超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潮。怎麼逃？企業用 VIE 架構，也就是可變利益實體架構，到海外融資；富人通過留學移民買房的方式合法搬錢。還有像萬達、安邦、海航這些巨頭，直接在國外買進飯店、電影公司、保險集團這些資產。這些海外資產後來因為萬達、安邦們陷入困境，很大一部分又被國資接管，回到了政府手中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 BIS 估計，光是2015至2016這2年，中國非官方外逃資金總量就達到1萬億美元。其中60%是經過香港、新加坡、英属維京群島這些地區流出去的。當然有出也有進，中國有外貿經常賬的順差，投資賬戶也有錢進來，兩相抵扣，於是到2025年就有我們看到的這個數字，中國外匯儲備的賬面數字是約3.2萬億美元。但是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，
因為網絡上有一種說法，所謂外逃資本不一定都是跑掉消失了，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被藏起來了。也就是說，中共存在着某種形式的影子儲備，只是藏起来不讓人看見。在有人懷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實不到3.2萬億美元的同時，相反的懷疑也存在，就是不止3.2萬億美元，因為有影子儲備的存在。根據美國財政部2025年4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，簡稱 TIC 報告，中國賬面上持有的美國國債是約7840億美元，是美國全球第2大的外國債權人。請注意，這個數字是中國名義持有的，那中國實際持有的呢？讓我們來看幾組關鍵數据。2015年中期，中國賬面上減少美債持倉約1000億美元，而同一時期，比利時的美債持倉從1800億暴增至2800億美元，上升的幅度幾乎和中國下降的幅度幾乎一毛一樣。而這並非是比利时政府購買的美債，而是發生在一個地方。歐洲結算系統 Euroclear 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債券托管平台之一，總部就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。這裡是全世界央行、主權基金、富豪、神秘機構存放敏感資產的最佳地點。也就是說，中國完全有可能在通過 Euroclear 代持美債，從而繞過了美國財政部 TIC 報表的監控。前美國財政部顧問、現任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 Brett Sasser 常年研究全球資本流動。他在2017年與2023年的報告中多次指出，要準確估算中國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，必須加上在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賬戶。這些資金是中國的影子外匯儲備，而這些隱藏的儲備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。不僅如此，香港、開曼群島和英屬維京群島都有可能是中國資金的洗錢站和中繼站，也就是中國的國有銀行、大型國有企業通過在這些地方的離岸賬戶購買美國國債、企業債券和美股等等美元資產，再轉入托管賬戶，這樣就從中國變成了其他國家持有。至於要這麼幹的動機是什麼呢？為什麼要藏呢？一個很可能的動機是為了避免中美衝突激化的時候，這些美元資產被美國政府凍結要避開俄羅斯和伊朗踩過的坑。還有一個動機也是不想被美國政府找麻煩，後面會提到。還有一個線索被很多人忽略了，就是中國央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。在2016年至2018年間，中國人民銀行報表當中有一欄叫做其他外幣資產。這個項目在2015年至2017年外匯儲備大減時期，反而異常地增加了近1000億美元。有分析師懷疑，這就是當局的轉賬操作，把美債從官方賬面移出來，放到中投公司或者其他機構資產池當中。對此，彭博社、路透社和金融時報等國際大媒體也都曾經提出過疑問：中國是否正在進行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轉型呢？讓外人難以追蹤其實際持有的美國資產。所以你看，中共手裡到底還有多少外匯儲備呢？這個問題沒人能夠準確回答。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和央行外匯管理局手上那本賬是不一致的，還有另外一筆賬。那接下來讓我們再看一個當下最為古怪的現象。我們前面算過了，過去10年雖然有進有出，中國外匯儲備池子一個管子進水，一個管子出水，但還是出大於進。中國外匯儲備確實減少了不少，但問題是，2023年中國貿易順差高達8230億美元啊，連續創下歷史新高。按理說，這麼多美元進來，外匯儲備也應該水漲船高才對呀。但是同一年，中國的外儲只增加了區600億美元不到。是不是很奇怪？答案是，貿易順差多不等於國家外匯儲備上升就快，而這就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另一個看不見的壓力：外儲進得慢，花得快，補不回來，還不能讓人知道。另一個答案可能會讓你意外，是的，中共有的時候也不想讓外匯儲備太高，為什麼呢？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匯率壓力大，外儲多意味着資本流入。
將推動人民幣升值，出口变貴，中國製造就不好賣了，競爭力反而掉，這不是很尷尬嗎？第二，怕被美國貼標籤。以前外儲暴增的時候，美國就經常指控中國匯率操縱。中共為了避免衝突，就開始讓資金不要全部進國庫，而是留在企業或者就地轉投資。這是中共要搞影子外匯儲備另一本賬的又一個重要原因。第三，策略轉型了。2023年，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機構債，比如房利美、房地美發行的抵押貸款證券，金額約1000億美元，而這些資產可能並未完全反映在官方外儲中。那麼當下，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又會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造成怎樣的影響呢？2025年，川普回國以後，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的關稅達到 55%， 又針對高科技供應鏈進一步卡脖子，尤其是半導體 AI 的尖端技術和尖端產品不得賣給中國，還擬定了匯率監管法案，要求美國企業與中國結算必須使用美元報備機制。川普最後這一招狠啊！不只是讓你東西賣不出去，還要讓你賣出去以後，美元要經過美國許可才能夠使用。這樣做的潛在後果是中國出口減少，導致美元收入下滑，同時結匯難度還提高了，導致外儲補血難，中國外匯儲備可能將進入慢性失血的狀態。所以這就有可能給中國造成老錢花光了，新錢還沒進來這種結構性風險。這是貨幣戰爭這個戰場中美最新交手的回合，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它並不只是一筆錢，它更像是一面鏡子，映出了國家的信心、資本的選擇和人們的焦慮，真的是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啊。那麼好，今天這個話題就分享到這兒，謝謝大家，咱們下回接着再聊。